我知道，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。当夏天过去后，还有些花未曾开放。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绝望，更害怕看不到你，不能和你一起迷惘。多想你在我身旁，看命运变幻无常，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。当春风掠过山岗，依然能感觉寒冷，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。这里是四姑娘山的双桥沟景区。结束观雾山之旅后，第一个想到的是要去四姑娘山，不过一个人去四姑娘山不太方便，最终还是报了一个3天的旅行团。这是一个纯玩团，现在离开了成都，中途在这里休息一下。这里就是猫鼻梁。今天天气太给力了，晴空万里，远处就是四姑娘山。从成都到四姑娘山大概要开车4到5个小时。这里就是四姑娘山的双桥沟景区，今天下午就要在这个双桥沟游览。这里的门票是80，景区的交通车是70，一共150。景交车一站直接拉到36公里之外的景点，一路上就被双桥沟里的景色震撼了。这里秋色正好，彩林也非常的漂亮。双桥沟里的山并不是四姑娘山。四姑娘山景区一共有3条沟，这是其中的一条双桥沟。景交车到了终点站，这里叫红山林。从这里开始游览，往回走，一共有7个停留站。这个红山林树木非常的漂亮，现在正是金黄的时候。这个山峰叫野人峰。红山林往里走有一个冰川，但是现在不多。今天这里的游客并不多，简直太幸运了。离开红山林，这里是第2站，可以360度看雪山。这里四周有10来座雪山。
四姑娘山我在20多年前来过，但是当时去的长坪沟，这个双桥沟这是第一次来，真的太美了。而且难得的是游客非常的少。在这要拍个公路大片一定太美了。这里最高的这座山叫古达拉峰，现在到达了第3站四姑娘错。这个四姑娘错简直太美了，这里被称为东方的阿尔卑斯。就这样静静地看着远山，真是一种享受。可以说今天的双桥沟给我一个惊喜。我感觉这个双桥沟可以玩一天，这里面我看到是有村寨的，所以完全可以住在这里面。半天时间太短了，这是最后一站人参果子。有点后悔没有自己过来，直接住在这个沟里。多么美丽的田园风景，雪山、彩林、白塔、牦牛。所以，如果你打算来四姑娘山景区，这个双桥沟也一定要来。今天就这样结束了，明天去四姑娘山的另一条沟——长坪沟。昨夜日出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玉飞红袖。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
今天一大早赶到了观雾山。观雾山的景区非常大，我选择了米仓山景区。景区交通车第一站天然画廊。昨天这里下了一天的雨，很多的红叶都掉了，所以想来观雾山的一定要这周之内到达，估计下周叶子都没了。天然画廊这个景点并不大，沿着栈道一直走，从入口到出口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逛完。这个画廊景区两边的树真的很漂亮。今天不是周末，但是游客还是不少，因为就只有这一周的时间是景色最好的，再晚估计红叶就没了。现在有点雾气蒙蒙的，犹如仙境的感觉。接下来坐景区交通车去黑熊沟景区。我这次只安排了1天时间游览观雾山，来了就觉得有点后悔，因为这个景区太大了，1天根本逛不完。这就是黑熊沟景区，有一条溪流，据说以前这里经常有黑熊出没，当然现在都已经绝迹了。这2天一直下雨，这个黑熊沟景区的红叶也剩得不太多了。这条栈道大概要走将近2个小时，慢慢的。轻松地走在栈道上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听着潺潺的流水声，还是非常舒服的，一点都不累。唯一可惜的就是黑熊沟的树叶掉得太多了。当然现在毕竟只是10月底，还是有不少叶子的。如果仅拿这个黑熊沟的红叶景区来比较的话，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非常突出的，起码本溪的那个公园比这个要美。但观雾山面积太大了，它不仅仅只有这个黑熊沟。观雾山被称为国内红叶第一山，一定是有它的道理。就这样慢慢的走，其实今天的游客没有想象的多，毕竟不是周末。虽然是阴天，但是红叶的景色还是不错的。毕竟前2天一直在下雨，所以我已经感觉阿弥陀佛了。感觉这里并不只是红叶，应该称为彩林。据说有40多种不同颜色的树木，所以整个彩林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。就这样边走边拍照，时间过得很快。
多么美的山水画面！有很多小瀑布。这里海拔大概也有2000米吧。早晨进来的时候还是挺冷的。我这次来光雾山做的功课不够，也没有搞懂光雾山和米仓山的关系。这个景区里还可以有住宿，所以实际上要把周边的景色都玩了，至少要2-3天的时间。走完了黑熊沟，接着去大小蓝沟，也是坐景区的交通车。这就是大小蓝沟。我今天就是这3个大景点，这是最后一个。进入这个大小蓝沟，感觉这里的彩林和红叶更加茂密，远远比之前的2个景点要多。红叶的比例也比较高，整个树林郁郁葱葱的。看，漫山遍野的彩林。所以如果这2天有到光雾山的，时间又紧的，首选的景点应该是这个大小蓝沟。地上也铺满了红叶。这次多谢很多网友给我推荐这个光雾山，否则今年就会错过这个光雾山的秋色。光雾山结束之后，我下一步的计划应该还是继续走川西。感觉每次景区在下午的时候，人都变得越来越少，景色也就变得越来越美了。
非常感谢每天有很多网友等着我第一时间发视频。虽然我们隔着手机和电脑，但是俨然我和你们已经成为了朋友。谢谢关注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，每天不见不散。